谭松韵，一人千面，她的每个角色竟然都如此生动真实。演员是光影世界中的灵魂雕刻者，他们用一场场表演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而在众多演员中，谭松韵以其精湛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能力脱颖而出。她能在同一个身体里容纳无数灵魂，每一个角色都各具特色，令人信服。这种千人千面的演技，正是她作为演员的最大魅力。谭松韵曾说，从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任何一个小范围，对我来说，没有合不合适，只有愿不愿意挑战。这种信念让她不断挑战自己，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明的角色。从最好的我们中活泼可爱的耿耿，到以家人之名中坚韧温暖的李尖尖，再到归路中成熟而深情的角色，每一次出演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惊喜。他不惧怕跳脱舒适圈，始终保持新鲜感，正是这种突破精神让他在演艺圈立于不败之地。演员的工作意味着他需要将不同的人生浓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体验完毕。在每一个剧组里，他都是一个新生命的缔造者。他曾坦言，路是自己走，酸甜苦辣自己尝，不断突破才最重要。他不是简单的演绎一个角色，而是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使角色具有独特的生命力。他的表演自然流畅，既不过度夸张，也不会平淡无奇，而是恰到好处的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这种共鸣感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演技所吸引。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观察力和共情能力。演员不仅是剧本的解读者，更是人物情感的体验者。在塑造每个角色时，谭松韵都会深入挖掘角色的内心世界，分析他们的成长背景、情感经历以及行为动机。例如，在以家人之名中，她饰演的李尖尖是一个看似洒脱，实则内心极度渴望被爱的女孩。她的成长过程中缺少母爱，因此她学会了用幽默和开朗去掩盖内心的不安。谭松韵在演绎这个角色时，不只是表面上的活泼，而是在细节处展现她的孤独感。比如，当她看到别人的母亲时，眼神里的羡慕和失落，或者在独处时无意间流露出的沉默与落寞。角色的塑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断的琢磨和体验。他会在生活中去观察类似性格的人，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神态变化中汲取灵感。例如，在演绎某些内心挣扎的角色时，他会去研究心理学，分析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反应，力求呈现最真实的情感。此外，他对于角色的投入不仅体现在情感上，也体现在外在形象的变化上。为了让每个角色都独一无二，他会调整自己的语调、语速，甚至是走路的姿势。例如，在《锦衣之下》中，她的角色袁今夏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捕快，她的步伐轻快，眼神机敏；而在《归路》中，她的角色更偏向成熟稳重，她的举止和眼神都透露出岁月的沉淀。这种细腻的表演使得她的角色更加真实可信。演员是最敏感的职业之一，长期在不同剧组奔走，谭松韵必须在片长短时间内积攒情绪，并在镜头前精准表达。他坦言，当你过自己的人生时，不能有太多过激情绪，不能过度开心、悲伤、愤怒，但作为演员必须如此。这种情感控制的矛盾使他曾一度纠结。然而，正是这种高度敏感，使他能在角色中自由切换，精准拿捏人物的心理变化。演员的情绪敏感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他塑造角色的重要工具，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带来困扰。许多演员都曾表示，在长时间沉浸于一个情绪强烈的角色后，很难完全抽离出来。谭松韵也曾面临这样的挑战，尤其是在拍摄一些情感戏较多的作品时，比如在《以家人之名》中，他要经历亲人离世、友情破裂、爱情波折等复杂情绪的起伏。有时候，他在拍摄结束后，依然会感受到角色的痛苦，需要时间来调整自己的情绪。然而，这种高敏感度恰恰是优秀演员的特质。
他能够迅速感知角色的情绪，并将其放大到恰到好处的程度。例如，在《最好的我们》中，耿耿和余淮的离别戏是一场极具感染力的情感戏。他在那一刻不是单纯的哭泣，而是那种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让人感受到角色的无奈和痛苦。这种层次丰富的情绪表达，正是他作为演员的独特魅力。此外，他在控制情绪方面也有着极高的技巧。情绪的表达不仅仅是通过哭泣或者大喊，而是通过细微的动作、眼神，甚至呼吸节奏的变化来传递。例如，在《锦衣之下》中，当他面对陆毅的深情告白时，他没有马上回应，而是眼神微微颤动，嘴角似乎有一丝犹豫，最终才露出一抹微笑。这种克制又饱含情感的表现，比直接落泪更加具有感染力。演员的情绪敏感度还意味着他们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长时间投入到角色的世界里，难免会受到影响，但他学会了如何调节自己，比如通过旅行、运动、阅读等方式让自己回归现实。他曾表示，演员的情绪必须在镜头前极致，但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放下，否则会被角色吞噬。正是这种对情绪的精准把控，使得他在每个角色中都能游刃有余。他可以在一个镜头中展现出复杂的心理变化，让观众在短短几秒钟内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层次。这样的表演功力，绝非一朝一夕能够练就，而是他多年来不断磨砺、体验、感受的成果。谭松韵的表演没有刻意的浮夸，而是将真实与细腻完美结合。他擅长用微表情、眼神变化来传达角色的复杂情绪，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台词。细腻的表演往往意味着对生活的高度观察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谭松韵擅长通过微妙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气变化，展现角色内心的起伏。例如，在《以家人之名》中，李尖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但她的内心却藏着深深的孤独。谭松韵在处理这个角色时，没有简单的用大哭或者激烈的情绪来表现她的痛苦，而是通过眼神的闪躲、轻微的叹息、沉默中的无奈，让观众感受到她真实的情感。她的细腻不仅体现在悲伤的场景中，也体现在角色的成长轨迹里。比如在《锦衣之下》中，袁今夏一开始是个无忧无虑的捕快，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经历了家族的变故、爱情的考验，内心也逐渐成熟。谭松韵用更沉稳的语调、更加内敛的表演方式，展现出角色的成长，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对白交代。真实感是谭松韵表演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观众在观看他的作品时，往往会觉得他的角色仿佛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他的表演没有夸张的成分，而是精准地拿捏了角色在不同情境下的自然反应。例如，在《归路》中，他饰演的角色面对爱情的挣扎和现实的无奈时，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用眼神和语调的微妙变化，让观众感受到他内心的纠结。这种真实感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体验，也来源于他对表演的极致追求。如今，谭松韵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但他并未止步于此。他不断拓宽戏路，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让观众看到他的无限可能。一个优秀的演员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是会不断挑战自己，尝试新的风格。谭松韵正是这样的人。他并不满足于出演单一类型的角色，而是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从青春校园剧到家庭伦理剧，再到古装剧、现代都市剧，他都能游刃有余。他的成长不仅仅体现在角色塑造上，也体现在他对表演的理解上。他开始更加注重剧本的选择，更加深入地研究角色的心理，以确保每一次表演都能带给观众新的感受。例如，他在挑选角色时，不再仅仅考虑角色是否讨喜，而是更多地关注角色的成长性和层次感。这使得他的表演更加立体，也更加令人期待。未来，谭松韵或许会涉足更多的领域，比如电影、话
话剧，甚至导演工作。他的演技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他的潜力仍未完全被发掘。他的每一次出演都让人充满期待。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够始终保持初心，不断提升自己，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情。而谭松韵正是这样一位演员，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演员。他的未来值得期待。谭松韵用心演绎每一个角色，让我们在荧幕前感受到真实、温暖和力量。他的努力值得我们所有人的掌声。如果你也喜欢谭松韵的作品，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记得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并转发给更多喜欢他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作品。